对史蒂夫来说，眼下的局面可谓是豁然开朗。老爷子备受打击而中风，恢复的再好，也必然会有不少后遗症。更重要的是，心气儿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这些都将降低他继续领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能。所以，自己现在进可直接继承家族，退可以继承人身份代管家族一切事务，也算是实权在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根本听不出叶晨的话是在警告他，给他打预防针。他还以为叶晨故意让他不要这么乐观，是希望他能够在回到纽约之后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于是他心里对叶晨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感动。虽说这个强制性的合作伙伴一直让自己心中不满，但没想到人家竟然还真是为自己好，这让他心里忽然觉得，我这要是大权在握，就立刻把他踢出去，给他翻脸，是不是显得我史蒂夫为人不太厚道？其实他哪里知道，叶晨根本不是为他着想，因为叶晨知道，绝对不能让霍华德·罗斯柴尔德这个老狐狸就这么歇了。散血救心丹都已经给海伦娜了，自己还指望靠那颗丹药攫取多种好处，顺便再把史蒂夫继续按在第一继承人的位置上。于是他站起身来，拍了拍史蒂夫的肩膀，微笑道：史蒂夫，带着你儿子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。海伦娜本来还想跟你聊聊双方合作，现在看来暂时也没有机会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先一步回床前尽孝，回头让海伦娜亲自去一趟纽约，一方面代表北欧皇室亲自去探望一下老爷子，另一方面也帮你在老爷子面前争取更多重视。毕竟他去纽约也是因为和你聊得比较投机，而且女皇亲自过去探望，你这面子上也更好看一些。史蒂夫也是老谋深算了，一下子就听出叶晨话里的意思，这是要让海伦娜去家族给自己充充场面。毕竟老爷子很想跟北欧皇室搭上点关系，借一借北欧皇室的皇室出身，也借一借海伦娜如日中天的民间人气。一听说叶晨能让海伦娜去纽约，史蒂夫心里是真的有些感动了。他不由自主地握着叶晨的手，认真道：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会永远记得你那句话，苟富贵莫相忘。若我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，叶家必将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。叶晨一脸欣慰地点点头，你有这份心，就不枉我帮你一场。史蒂夫殷勤地连连点头称是，可下一秒心里也不免疑问，妈的，这件事到底是谁帮谁呢？哎，算了，随便谁帮谁吧，反正他顺利把四方宝状运出去了，我马上也顺利地接手大权，大家合作共赢，也算是个成功的商业合作案例。于是他满脸感激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感谢您的帮助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加油，我看好你。其实叶晨并不怀疑史蒂夫此时此刻的真诚，但他也知道，这种真诚多多少少有些冲动的成分在里面。这就像人喝多了酒，大都会变得比平时更大方，也更好说话。喝醉了许给别人的东西，酒醒了之后就算不反悔，8成也会后悔。所以叶晨知道，他这种口头承诺绝对不能全信，否则将来被动的就是自己了。毕竟自己真正能彻底拿捏史蒂夫的，就是他出卖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，帮忙把四方宝状送出了纽约，送回了华夏。但是要靠这个拿捏他，前提是霍华德这个老狐狸得大权在握。一旦史蒂夫这个太子登基了，自己再告诉霍华德这个太上皇，他孙子曾经大逆不道，勾结外敌，霍华德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，不然亲儿子也不会放过他。很快，史蒂夫便带着先一步来加拿大的儿子，一起乘坐直升机返回纽约去了。在他回纽约的路上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急救室内，霍华德的生命体征也算是稳定下来。只是稳定归稳定，但老爷子的神经系统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最严重的是他右侧身体几乎没了神经感应，除了右手、右脚、右腿、右臂之外，右侧的面部肌肉、舌部肌肉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，出现了目视可见的嘴歪眼斜。
这同时也意味着他说话的发音和口齿也会受到影响，这就是标准的半身不遂。不过好在霍华德的大脑并没受到太大影响，思维能力依旧正常。待他恢复意识之后，脑卒中的专家安慰他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您现在的身体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只不过目前发生了一些半身不遂的症状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康复医疗体系，只要您能够积极参加康复训练，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够恢复自主活动的能力。霍华德心情依旧有些过激，哆哆嗦嗦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混账！把我最好的律师团队叫过来，我要跟华夏打官司，要回我们的四方保障。医生眼见他血压瞬间又直线飙高，连忙安抚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您现在最忌讳的就是情绪过激，如果您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的话，情况只会更加严重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我建议您现在务必看开所有之前看不开的事情，无论您在之前蒙受了多大的损失，您现在都要在心底时刻告诫自己，保命要紧，绝对不能让这损失继续扩大，尤其是扩大到自己的身体上来。以您刚才的症状来看，换作是普通人的话，救治的时间稍微耽搁几分钟，有可能人就没了。说着，医生又认真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你已经有花不完的钱了，可唯独没有花不完的寿命啊！在寿命面前，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。华夏有位喜剧演员说得很好，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死了，钱没花了。您自己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霍华德没想到医生说话这么直接，这么难听。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本能的想要生气发飙，可是紧接着他便下意识地琢磨起医生刚才说的那番话。发脾气很简单，但以自己现在这种身体状况，发脾气把自己发死或许更简单。他享受了一辈子荣华富贵，自然知道生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。四方宝藏虽然关乎着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来的运势和命运，但是如果自己死了，就算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全世界，称霸全宇宙又能怎样？可是退一步说，如果自己能活下来，能活得久一点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衰败一点，又能怎样呢？就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自己手里衰败90%，资产从几万甚至10万亿美金的规模缩减到几千亿美元的规模，又如何呢？自己不还是有花不完的钱吗？自己不还是有享不完的福吗？